朋友，你现在知道我在哪儿吗？我在一棵树里面。天哪！走在一片都接近100米高的巨树林间，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？这种世界上最高的树，就是生长在美国西海岸的红木 （Redwood）， 也叫海岸红杉。很多人会把它和世界上体积最大的美洲巨杉混淆。其实，与生长在山地更粗壮的美洲巨杉相比，今天我们看的海岸红杉是长得更修长高挑。穿过这样的一片古老森林，我这1个月的独自旅行也即将结束。那在这看似美好的旅程背后，又有哪些真实的感受？欢迎你和我一起来到这32天床车自驾美国西北大环线的最后一站。欢迎来到红木国家公园。大家好呀，今天是在外旅行的第31天，我现在在海边，所以你会听到海浪的声音。如果我现在把第1天的视频的那个状态放在这儿，和现在这个31天的状态放在这儿，视频的一个我自己状态的一个对比，你就能知道，其实这一路来讲，我是非常非常的辛苦，非常非常累的。每天铺床、挡窗帘、吃早餐、想行程，我觉得真的很辛苦，头疼。因为几乎每一天都在换露营地，都要找今天晚上在哪儿过夜。当然有预定的那几天是比较轻松啦，但是没有预定的话就要找。你就像是这个地方，昨天我过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在海边的一个露营地，结果其实就是一个停车场，还不如这个路边随便的一个地方呢。这也是我最长的一次旅行，走得最远的一次路。之前就是说，如果我出去2到3个星期最长的时候，你的那个兴奋感和获得感还是会弥补掉你旅程中的劳累感。但是说，如果你的行程拉到1个月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你的这个劳累感就会大于你在旅程中所看到、所收获的东西。可能这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吧。这一次出门在外也才发现，其实你喜欢一样事情，你热爱一样东西，你其实要知道这个度。如果过量的话，都是会物极必反，会比较反噬到你自己所热爱的这个东西上面。很朴实的去录这个视频，就是想记录一些心路历程吧。虽然精力有些欠缺，但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去走费力的徒步，简单看一看红木国家公园，还是有既轻松又有意思的玩法。就比如这第1站，我准备去一个开车穿过树洞的景点。其实整个红木国家公园及州立公园的大部分范围内都不收门票，但这个景点属于私人拥有，所以每辆车在入口处需要付$5的门票。眼前这27米高、有着近800年树龄的老树，据说在1967年的伐木行动中，因为体积过大而得以幸存下来。然而在这9年后，它却被人工开凿出一个宽2.3米、高2.9米的车洞，成为当时19、20世纪间流行的一种旅游体验。后来随着人们对古树保护意识的提高，现在这种做法几乎完全停止了。因此它也成为了如今全美国仅存的3棵仍然存活、有着过车树洞的巨树之一。另外2棵也都是在北加州。而现在来到这里的人们，除了想看看这份生命的奇迹之外，更多的是想顺便检验一下自己的开车技术。这可能是进不去了。你能想象这棵800岁的老树被凿出树洞50年后，现在还依然存活？听说每年大约有6万辆车从它下面穿过。我现在准备开车穿过这个树洞。
如果我们想更近的看看这些海岸红杉，那在它的森林景观公路旁有一条小路，走2分钟就能看到千年古树。感觉这里的树要成精了。这片树林都是能长到50-60米高的红杉，这些几百上千年的树，每一棵都像人一样，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故事。比方说，这棵树叫大树，也有1500年的历史了。这棵树的名字就叫大树。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些数据是什么概念。树干周长接近23米，大概需要10几个人才能合抱。87米的高度差不多相当于一座20-30层的大楼。那它的年龄1500岁，就相当于在中国南北朝时期，它就已经开始生根发芽了。其实科学家从未测定过它具体的年龄，但从它的高度、粗壮的主干、断枝重生的枝干，还有头顶那层叠茂盛的树冠，就能看出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长的时间。可能曾经是一个随意延展出来的枝条，现在都已经长成了粗壮的树干，成为了长在大树身上的一棵小树。是生命的伟大，还是人类的渺小？这是适合站在这样的树下思考的问题。如果刚才那棵大树还不足以真正感受到这些世界上最高的树种，那在访客中心旁边也有很多平坦的小路，能让我们走进这片原始海岸红杉的巨型世界。这里的树大多都能长到90多米，走在林间树荫下，连从缝隙里落下的阳光都显得格外珍贵。既然海岸红杉是世界上最高的树种，那它当然也有最高的一棵。它就在这南边的一片红木原始森林里，也有自己的名字，叫亥伯龙，来自希腊神话里泰坦巨人亥伯龙。它有115米高，已经生长了700-800年。为了保护它不被游客破坏，它的位置并没有被公开。虽然后来被人们发现了它的具体位置，还留下了垃圾，所以现在公园靠高额的罚款甚至监禁处罚来阻止人们靠近它。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非得见到那最高的一棵，因为在这片树林里，每一棵树都高得惊人，足够让我们仰望感叹。现在又跑到一个树洞里面去了，绝了！你看这个，它这个里面应该是火都已经从中间烧空了，但是它还活着。海岸红杉的树皮很厚，富含抗火成分，所以即便树干被烧，树皮可能还在。好像能走进去，能走进去一个树干里。哇塞，我感觉我还自己有点不敢走。天哪！哇塞！我在一棵树干里面，我在一棵树里面，我在一棵树里面，天哪！哇塞！
也就是说，这个树的树干中间已经被火烧得中空了，然后它这棵树还活着。天，它居然有这么快！打回来，感觉从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出来的一样。那些能活上100年甚至上千年的老树，都是从一次次火灾中挺过来的。如果没有这样的韧性，任何一场自然灾害都可能让它们倒下。火烧留下的伤疤不会让它们变得丑陋，反而能更凸显它们生命的顽强。虽然相较于更粗壮的美洲巨杉，海岸红杉更修长高挑，但是从人类那蚂蚁般的视角看，这两种巨树之间最直观的差别其实是树皮。海岸红杉的树皮层棕灰色，纵向开裂，像被时间拉开的细长纹路，而美洲巨杉的树皮则更硬、更厚实，颜色偏红，远看就像是披着一层温暖的红褐色外衣。这样的差别也与它们各自所生存的环境有关，因为海岸红杉常年受海雾滋润，所以它们的树皮相较于美洲巨杉则更柔韧一些。我现在才意识到，看这一面墙一样，其实是倒下的一棵大树，然后呢，在这个树上面又长了新的小树，新的生命，所以树倒下，它又是孕育新生命的开始。当它们最终倒下后，在随后几十上百年慢慢腐化的过程中，又把它这一生所积累下来的养分重新交还给森林，孕育着新的生命。一定要走进这个树，才知道它有多大。如果我们想体验开车穿过红木树林，那在公园北部有一条小土路，可以让我们穿梭在一片海岸红杉林中。这条路全程大约有10英里，因为是早年马车走的驿道，所以比较狭窄，通常需要1个小时才能开完全程。所以这里特别适合用比较慢的速度沉浸式感受这片古老的原始森林。我感觉这些红木都已经成精了，感觉长得跟老妖精一样。我天哪，这树根！
树根有点太大了。现在告诉我那个标志是干啥用的？今天准备做一个棕米，再炒一个小西红柿、蔬菜、香肠。等它这个米一会儿做完之后盛出来，再煎个蛋。调味料就只放这个烧烤混合料就行了，和这些蔬菜一起炒了。做好了，那一下感觉还可以哈。ini apa? 吃完晚饭的傍晚是在公园里遇见野生动物的最佳时机。北美麋鹿在国家公园里很常见，但这里的麋鹿为什么被认为是更有攻击性呢？因为它们是北美6个公认的麋鹿亚种中体型最大的。成年公鹿体重能到1200磅，所以被认为更具有威胁性。春天的母鹿会为了保护幼崽，当你靠得太近时，它会主动出击；而秋天是繁殖的季节，公鹿也会变得更具防御和攻击性。所以我们在观察麋鹿时，始终要保持安全的距离。哎，我得走了，它可能要过来了。之前在落基山国家公园那期视频中，我们一起了解过北美麋鹿。它们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公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，重新长新的。而生活在西海岸的这群被以罗斯福总统命名，它们叫罗斯福麋鹿，和落基山麋鹿算是近亲。如果你也想偶遇它们，可以到官网推荐的这几个观测点试试。在一群麋鹿悠闲吃晚饭的陪伴下，我整个行程的最后一个国家公园也告一段落。这里的海岸森林还有很多值得前往的地方，那我们就留给下一次再来深入探索吧。在行程第31天的晚上，我终于想起来这趟旅程好像还没好好看过一场日落，让我们看一场西海岸的日落吧。看着眼前这即将结束的一天，也像是在看着这即将落幕的旅程。
不由得回想这一路上的种种遇见。没想到俄勒冈的海岸线也那么惊艳，没想到在波特兰的闹市中竟有一座中国园林，没想到在西雅图悼念李小龙时遇见了他的妻子琳达，也没想到在北瀑布国家公园划船能把自己累哭，没想到我一个徒步新手竟能在冰川国家公园走12个小时，只为看一眼那即将消失的冰川。没想到在黄石国家公园的体验如此复杂，让我差点对这个国家公园老大祛魅。没想到整趟旅程最美的却是大提顿国家公园。没想到第一次在吵杂的高速休息区过夜，我也能安然入睡。没想到当初能把一辆小车布置成移动的小家。也没想到1个月过去了，最记忆犹新的却是第一天出发时那个兴奋的自己。有人说，人生最值得投资的是体验，因为它不会贬值，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沉淀成为更珍贵的记忆。我想旅程不必完美，也无需一定要走那些固定的旅游套路，就如同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一样，不用羡慕他人，因为每个人的体验都像每个人自己一样，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境随心转，心随境开，只要出发在路上，你就是自由的。作为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，我真的没想到我会在过去的半年里连续出25集。如果从头看到现在的观众应该能发现，其实到了西雅图之后的行程，我一直在做简化，并不是因为目的地不值得，反而是因为我不想因为自己经历的不足而辜负了目的地的美景。所以在这之后，我又单独去了西雅图和奥林匹克国家公园，也会在这个系列之后继续分享给大家。昨天最后一天住车里，是在101高速旁的一个休息区过夜的。这个休息区在网上评价还行，卫生间什么的都比较干净一些，然后在这儿停车的人都是在这儿过夜的。你能看到旁边有房车，然后也有卡车司机这样。所以一般在高速旁边的休息区，我一般休息的会比较好，因为大家都是来过夜的，然后所以就不会有人来打扰你，或者是你有很多担心的能不能过夜呀，或者之类的问题。今天是我行程的最后一天，大概要开5个半小时到6个小时315迈的路程回家。好了，这就是我32天自驾旅行的全部旅程啦。如果你跟着我的视频一直看到现在，很感谢你的支持，那这回真的是要说再见了，我们下个旅程见。感谢你看到结尾，那给看到最后的你一个小彩蛋，揭秘这全程32天的总花费到底是多少。全部加起来我大概花了1700美元。因为是自驾，所以没有机票，开自己的车，所以没有租车费用，住车上就只有部分露营地的花费，所以没有酒店开销。少了机票、酒店、租车这3项旅行中最大的消费，剩下必要的开销加起来，总花费就是1700美元左右。虽然后来我再没有花过这么低的价钱出行，但不管花费高低，金钱从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。未来还有很多故事，期待与你同行。那你记得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